我做球员的时候，最憎恨的就是踢假球的人。但是呢，因为我知道这些可能能帮助我们球队，增加纪律。第一次独立成为一个球队的主教练，所以呢，也是有，特别想证明自己的这种心态。对得起我们吗？你妈退钱！2026年1月29号，李铁的足球人生被正式判了死刑。这天，中国足协公布了足球行业假赌黑的处罚名单。这位曾经的中国足球先生、前国足主教练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跟足球有关的活动。其实，在这份名单公布之前，法院已经判了他20年的有期徒刑。李铁走到这一步，出乎大部分人意料之外。他过去多风光，曾经是代表中国参加2002年世界杯的主力，留洋去英超埃弗顿踢过球，全中国的球迷都叫他跑不死。但到头来，他身上背了5项罪名：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还有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涉案总额差不多有 1.2 个亿。在中国足球历史上，很难再找到第二个人能像李铁这样把球员、教练、俱乐部、国家队、经纪公司、假球还有贿选这些脏事儿全部一个人串联了起来。这样一个中国足球的宠儿，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呢？中国足球的根子到底烂成了什么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球王李铁的黑白人生，以及他背后的中国男足官场献心记。跑不死的穷孩子。1977年5月，李铁出生在沈阳的一个工人家庭，从小就顽皮好动爱打架，又好强又自卑。不满4岁的时候就被家人送去了沈阳大东区体校，试图朝足球方向发展。李铁其实并没有足球天赋，他在自己后来的自传《铁在烧》里写过，1985年他去辽宁省体校少儿队参加第一次测试，考30米跑，在所有小球员里排名倒数第一。他当时又瘦又小，长了一头小黄毛，穿了条大棉裤，邋里邋遢。考试结果出来，教练张颖本来想让他回家，但他当时死缠着张颖，求着要把自己留下来。张颖被他那股劲儿打动，破格留下了他。因为没有技术和速度，李铁从小就知道自己只能靠家练来弥补。全队训练结束了，他要自己留下来继续跑。他的优势就是耐力好，听教练的话，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意志力。后来他的队友李玮峰就评价过，李铁对自己特别狠。在我看来，这其实就是一种绝对的目标导向。也因此，他进步飞速，很快就展现出了在中场的扫荡能力。于是张颖把他的位置放在了防守型后腰上。李铁后来在17岁的日记里写过，人生在世，中年以前不要怕，中年以后不要悔。这种对自己下狠手的性格和他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家庭条件有限，从小穿的都是哥哥淘汰下来的旧衣服，全家省吃俭用供他踢球，实际上是把足球当成了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当时的中国足球虽然也有一些人情世故，但大体上还保留着一个普通人向上流动的空间。那个年代搞青训不会收天价的学费，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要身体底子好，足够拼命，教练就愿意破格录取，这就给穷孩子留了一扇窗户。到了1992年，李铁被选入了辽宁青年队，还被张颖任命为队长。不过这个时期，他急躁容易冲动的性格也开始暴露了出来。跟他同事过的人就评价他非常自我，任何人都不能挑战他。用东北话来说，就是咬尖儿，处处要抢先，极度自私，包容心极低，一旦觉得自己被挑战就发脾气。李铁在自己的日记里也多次记载自己和队友打架的经历。有次他把队友宋海涛的鼻子和嘴都打肿了，险些被开除。
这种体系一直延续到他后来成年，甚至成为教练。1993年，中国足协做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决定，他们从全国选拔了22个孩子，都是从1977到1978年龄段的，由广东健力宝集团出资赞助，把他们整车拉到了巴西进行集中训练。李铁就是其中之一。在那个年代，中国足球正准备开启职业化，整个行业都充满了一种朴素又急切的时代心理。管理层和球迷都觉得，只要把国内最好的苗子集中起来，送到世界上足球最发达的地方去封闭训练几年，回来就能脱胎换骨，把中国足球带出亚洲。这在本质上是一场带有国家工程色彩的足球实验，它的目标非常宏大，根本不是为了培养某一个出色的球员，而是试图通过一次集中的海外留学，去拯救和改变整整一代中国足球。李铁在这批天才少年中间位置其实挺微妙的。在健力宝青年队里，张孝瑞有灵气，李金羽有门前嗅觉，而李铁的技术在大伙儿中间显得最粗糙。但他能留下来，靠的是教练朱广沪最看重的特质：勤奋和听话。别看李铁脾气冲，但向上管理远超同龄人。巴西的集训生活非常枯燥，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庄园里，很多少年都有点不耐烦。但李铁极度适应这种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因为有责任心、执行力强，他被任命为这支球队的队长。不过，李铁其实并没有表现出队长应该有的领导力和威望，跟队友打架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有次在和队友隋东亮打了一架后，教练朱广沪甚至召集全队开过一次批评李铁帮他找问题的会。李铁在日记里还记录了别人对他提出的意见。作为队长，只和几个要好的在一起，对其他人有点不冷不热，说话做事没有威信，性格孤僻，很难沟通，对别人要求过高，经常抱怨，说起瞧不起别人的话，自控能力不够，常常冲动，对别人的错误很难忍耐和宽容等等。但与此同时，李铁对成功的渴望也是其他人少有能及的。当时朱广沪要求所有人以当我25岁的时候为题写篇作文，李铁大概是这样写的：首先在地方队成为绝对主力，获得1次或者更多次的冠军以及金球奖，在国家队的位置没有人能替代，然后冲进世界杯，在世界杯上有惊人表现，再然后到日本或者欧洲踢球，让更多人了解我，最后让家人过上富裕快乐的生活，不再为钱而烦恼，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训练之余学会放松，可以开着自己的宝马车随意兜风。在巴西时，有次队友跟李铁打赌，如果能在游泳池里有10个来回，队友就给他$10。李铁为了能赢下来，在泳池里呛了不少水，几次都快坚持不住，但他都死撑着，靠着意志力游了下来。李铁事后回忆称，他当时想的就是必须要赢。当时这帮年轻的苦孩子生活费有限，90年代的巴西剪个头发都要花不少美金，别的队友实在熬不住了，还花钱剪一剪。李铁舍不得这个钱，硬是把头发留着不管。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养成了在场上不断吹刘海的招牌动作，这个习惯他留了20多年。今天回头看，健力宝计划就像是中国足球的一场浪漫幻觉。从个人命运看，他确实改变了李铁。如果没有这5年的南美淬炼，这个在沈阳跑倒数第1的孩子很难直接摸到职业足球的门槛。但从宏大叙事的角度看，这个计划也暴露出中国足球根子上的一个坏习惯，总是想着走捷径。整个管理层不愿意花几十年去扎扎实实建联赛、铺青训、定制度，而总是想着搞一次运动式的超级大工程，寄希望于用一个天才计划来解决一整套体系的落后。李铁从小就被放进一个必须成功的叙事里，而不是那种对足球浑然天成的热爱。而当成功成了唯一的指标，
通往成功的过程，就迟早会被人动歪脑筋。脑子才是业内祖师爷。从巴西回来之后，李铁回到了辽宁队，随后还入选了国家队。他在球场上的样子很快就被球迷记住了，不是因为他踢得多漂亮，在国内联赛的赛场上，李铁永远在满场飞奔。他狮子防守性后腰，不靠华丽的盘带，也不怎么插上助攻去抢镜头，他干的全是球场上最脏最累的体力活。只要己方大门前出现险情，他总是第一个冲过去用身体封堵。李铁这种不要命的对抗和惊人的大扎实拦截，让他在中场像个不知疲倦的清道夫。全场比赛下来，他的跑动覆盖面积往往是最大的。范志毅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中国队少了谁都可以，但绝对不能少了铁爷。这话说的不是李铁技术多么牛逼，而是他在球队里的不可替代性。他的覆盖面积大，体能几乎不见底，对抗不吃亏，位置感好，传球干净利落，不冒险，不拖泥带水。一支球队需要这样的人。而在媒体眼里，李铁这个年轻人不爱接受采访，做人低调，在球场上又非常能吃苦，在充满了假球和黑哨传闻的甲1联赛里，简直就是一股清流。跑不死这个外号就是这样来的。更关键的是，李铁赶上了中国足球史上最特殊的一年。2001年10月7号，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中国队凭借于根伟的进球1-0击败了阿曼。中场哨声响起的那一刻，全中国都陷入了一场几乎疯狂的集体狂欢。无数球迷举着国旗冲上街头，鞭炮声响了整整一夜。因为靠着这场胜利，他们破天荒地拿到了韩日世界杯的入场券。可以说，这是中国男足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而李铁在那场比赛里打满了全场。这一夜改变了李铁，他不仅是那个满场飞奔的劳模后腰，他一下子成了世界杯黄金一代的核心成员。而且这一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上，李铁打满了12场比赛里的大多数，是那届冲世界杯历程里上场时间最稳定的球员之一。甚至靠着这股疯跑的韧劲，李铁当选了那一年的中国足球先生，拿了甲1最佳球员。为什么会是他？李铁确实不是张孝瑞或者李金羽那种天才，能够贡献绝杀被万众欢呼，但他那种服从纪律、极其能跑，在球场上甘愿为别人补位的螺丝钉精神，恰恰是强调集体主义和令行禁止的中国体育体制最喜欢的。那个年代，中国足球需要这样的叙事。2001年中国足球先生和甲1最佳球员的身份，也成了他这辈子最重要的荣誉，让他从一个普通的勤奋球员，直接变成了中国足球荣誉簿上最重要的名字之一。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队分在 C 组，对阵哥斯达黎加、巴西和土耳其，3场全败，1球未进。结果让人沮丧，但中国队毕竟去了一次世界杯。李铁3场全部首发，打满全场。那个年代能说出我打过世界杯的中国球员屈指可数。这种天大的荣誉也给李铁后来的心理状态埋下了伏笔，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建立起了一种极度强烈的优越感。在李铁后来的人生中，但凡跟人起了冲突，他就会立刻表示，我踢过世界杯，我成功过，你们这帮坐在台底下的媒体、键盘侠和普通球迷根本没有资格对国家队指手画脚。这种脑子才是业内祖师爷的傲慢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锒铛入狱。而对于中国足球来说，那场比赛的胜利也成了一个巨大的魔咒。那一夜本该是职业化改革的起点，结果却成了无法超越的终点。在后来的20多年里，国足每况愈下，连印尼、叙利亚这样的球队都打不过，几乎成了亚洲垫底的存在。2002年8月，也就是踢完韩日世界杯后不久，李铁迎来了他球员生涯的另一个巅峰。在赞助商科健公司的资金推动下，他成功以租借的形式加盟了英超老牌球队埃弗顿，效力了4个赛季。当时中国球员能踢上英超屈指可数，孙继海在曼城，
李铁在埃弗顿，两个人几乎同时出现在英超赛场，被媒体称为中国德比。在埃弗顿的第一个赛季，李铁踢了29场英超联赛，是球队主力。主教练莫耶斯在赛后发布会上公开夸过他，说他传球干净，位置感好，上场10分钟就找到了感觉。但随后伴随着骨折伤病，李铁的出场机会越来越少。在埃弗顿的4个赛季后2个赛季的英超出场率几乎为0。2006年他转会谢菲尔德联，也只在1场联赛杯里上过1次场。留洋的后半段其实是在等待和伤病里耗掉的。不过英超那种高强度的身体对抗，超快的攻防转换，确实把李铁带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足球维度。而且英超是这个世界上商业化和职业化最成功的联赛之一。李铁在这里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现代足球。这里的训练体系非常严密，每天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恢复，都有着精确的数据支持。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管理边界非常清晰，教练只负责竞技，俱乐部负责运营，赞助商负责市场，而媒体则站在中立的角度进行监督。每一个角色都各司其职。这4年的英超岁月也给李铁的人生留下了最辛辣的讽刺。他不是没有见过阳光，他是见过阳光之后仍然选择爬回了阴沟。只是在当时，这段留洋经历反而成了他职业生涯里最耀眼的一部分。当时的中国媒体使劲吹捧他，什么世界杯国脚、英超埃弗顿主力啊等等，帮他拥有了一份中国球员的顶级履历。买来的胜利。离开英国后，李铁又回到了中国踢球。只是在2010年10月，辽宁主场对阵南昌的比赛中，李铁在第40分钟滑铲之后倒地不起，送医院检查，发现右腿有2处骨折。这一次骨折基本上终结了李铁的球员生涯。退役之后，李铁在辽足留了下来，以助理教练的身份帮主帅马宁管理球队，这是他教练生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到了2012年5月，广州恒大以1800万欧元的年薪挖来了意大利冠军教练里皮，他是当时唯一一位同时夺得世界杯冠军和欧冠冠军的名帅。中国足球虽然拉垮，但在教练年薪上拿下了世界第一。里皮需要一个能沟通中外的中方助理，这个人必须是职业球员出身，要在国外待过，能用英文交流。满足这几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李铁因此被选中。角色变，玩法也变了。在恒大3年，李铁跟在里皮身边，近距离观察到了一个世界级教练是如何管理一支顶级俱乐部。2015年，李铁离开恒大，加盟河北华夏幸福，那是他第一次独立执教。他接手河北华夏幸福的时候，赛季只剩下9场比赛。华夏幸福那一年的投入超过1亿人民币，是同期中甲联赛平均投入的3倍多。球队有中超级别的外援，有资本支撑，也有明确的冲超目标。但到了8月，成绩还排在第6位，冲超前景不明朗。原主帅安蒂奇因此被换掉，李铁临危受命，接过了这个烂摊子。外界对他的期待并不高，这个任务在正常情况下其实很难完成。然而奇迹发生了，接下来8场华夏幸福全胜，最后以1分优势压过竞争对手，冲超成功。媒体把这段连胜称为神奇的8连胜，把李铁捧成了少帅奇才。资本投入终于见效，本土教练发挥了作用，中国足球又有了一个励志故事。但这个故事假的不能再假，华夏幸福的冲超奇迹从头到尾都是买来的。华夏幸福找李铁来任教，并不只是看中李铁的专业能力，也是看中了他的人脉。李铁一到任，俱乐部就找他谈话，希望李铁找找人，把对手收买了。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看到之前恒大俱乐部通过投资足球带来了巨大的品牌效应，
于是也试图效仿恒大，通过烧钱寻求短期快出成绩，定下了第1年就必须冲超成功，第2年要获得亚冠参赛资格，第3年就要中超夺冠的目标。我们公司文化叫千方百计实现目标嘛，所谓的千方百计就包括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就希望尽快的能拿到好的成绩，能对公司的品牌有影响。李铁一点没犹豫就答应了下来。做球员的时候他执行力一流，做教练同样如此。俱乐部董事长孟坚后来承认，光是最后一场对阵深圳宇航的关键比赛，俱乐部就花了约1400万跟对方俱乐部谈好了放水。但李铁还不放心，他觉得虽然俱乐部已经在官方层面搞定了，那球员个人层面也要再说一遍。于是他授意助教郑斌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深圳队的主力后卫李斐。我们的实力其实应该是超过他的，就是正常打就能赢，但是呢就想去用一些这种方式可以做到100%赢，大家就是对这个结果太看重了。李斐听完来意之后，开价就是600万，说可以帮华夏幸福打点深圳队的几个关键球员，保证比赛结果。华夏幸福答应了，钱打了过去。然而李斐把600万完全自己装进了口袋，1分也没有分给队友。其实我也没找人，因为当时不管是天时地利人和来说，他们都占优。我们当时客场又是刚搞完级，心已经散了，就想着最后一场大家都不受伤，能把最后一场比赛踢完，我们就放假了。华夏幸福最终2-0赢下了那场比赛，顺利冲超。李铁以为自己买了双保险，实际上他只是被一个更精明的人从自己的恐惧里多黑了600万。整件事荒诞到了有着一种扭曲的喜感。李铁一个穷孩子出身，刚刚做主教练，但他太想成功了。一个人如果目标只剩下表面上的成功，而不是纯粹的热爱，那想办法走捷径就几乎是必然的。你用这种不正当的方式获得了成功，实际上就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为了要取得成绩，找裁判做工作，收买对方球员、教练，有的是俱乐部找俱乐部的这种方式，变成了一种习惯，或者说是甚至到后来有一点点依赖。2017年，李铁去了武汉卓尔俱乐部当主教练，一过去他就向俱乐部推销假球。在李铁的怂恿下，武汉卓尔也决定不惜血本冲一把。一掷千金的效果果然不错，在砸了重金之后，2018年10月，武汉卓尔提前3轮冲超成功。李铁的教练生涯如同他的球员生涯一样耀眼，他对此非常满意。有一次在发布会上说，我想问一下，国产教练怎么啦？我们取得的成绩真的比外国教练差吗？我们同样很努力，如果我们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瞧不起中国人的话，中国足球还真的有希望吗？李铁走上这条路也有大时代的特殊背景。2013年前后，中国职业足球进入了金元足球时代。恒大模式是起点，许家印用砸钱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就把广州恒大打造成了亚洲顶级俱乐部。2013年就拿下了亚冠冠军，联赛连续多年称霸。这个结果让中国那些有钱人立刻醒悟过来，钱原来是可以直接买下冠军的。2012年底18大后主政中国的习近平本身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级足球迷。2015年他还主导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希望中国有一天能主办并夺得世界杯冠军。有意思的是，计划中有一点是要求中国足球的管理去行政化，也就是让中国足球的管理机构中国足协从国家体育总局的下面脱离出来，关于足球领域的决策不再由国家机关主导。这其实是一种向欧美职业体育管理模式看齐的做法。显然，习近平作为一个球迷，大约也是知道中国足球的症结在哪儿。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被注销，从名义上实现了这种管办分离。
但其实分离后的中国足协实际上仍然有原主管中心的主要领导负责管理，换汤不换药，而且上有所好，下必生焉。就算不挣钱，能搞个球队讨下总书记的欢心，那也是大赚特赚的事。于是地产商和资本大佬都来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也来了。华夏幸福、苏宁、权健、绿地申花、天津天海，一家接一家，背后都是跟足球原本不搭边的资本。有的要品牌曝光，有的要地方政府关系，有的要跟随习近平足球梦的政策红利，有的纯粹是老板的个人偏好。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不打算慢慢来。热钱一进来，整个行业的环境立刻变了，球员薪资在几年内翻了好几倍。2019年限薪令出台之前，中超球员平均年薪接近1400万人民币，比2014年涨了将近6倍。外援转会费动辄几千万欧元，外教年薪高到连里皮这种世界冠军教头都说自己简直是在抢钱。俱乐部之间相互竞价，把价格炒到脱离任何正常的经济逻辑。在这种环境里，青训就成了奢侈品。青训周期长，至少要10年才能看到成果，投入大，回报却不确定，跟金元足球的节奏完全对不上。老板、足协、教练和媒体都不想等，所有人都非常急功近利，都想尽快看到成绩。于是对各个俱乐部而言，中超进亚冠甚至夺冠变成了硬指标，它是老板衡量投资回报的标准，也决定了教练能不能留下来。当一个教练知道只要这个赛季能冲超，他就能拿到高薪，能进入更好的俱乐部，而如果冲超失败，他可能就是被清洗出圈，他面对的诱惑和压力就跟以前完全不同了。而足协官员在这个时代里的权力则是被无限放大，联赛准入审批、主教练任命、国字号球队的资源分配、赛程安排、裁判调配等等，每一个环节都是足协官员说了算。后来落马的足协主席程序员就承认，在当选足协主席的前一晚，就有2个地方足协官员敲开了他的房门，各自放下30万拜码头。到我房间一来，把双肩包往我沙发上一放，说程主席啊，恭喜你啊，祝贺你啊，对吧？希望能够多关照。然后说什么东西啊？他说老规矩了，我们都这样。挡不住老规矩的程序员，自然也挡不住俱乐部的巨额金元攻势。任职几年来，他收受多家俱乐部钱财累计达数千万元。足协主席是这个样子，足协多个部门负责人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李铁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中国本土教练。假球和行贿都不是李铁的发明，当时中国足球体系里的所有人，从足协到俱乐部、教练、裁判、球员，大家都在这片浑水里各取所需。国家队成了提款机。2019年底，里皮在一场惨败之后宣布辞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的职务。他说，很多东西我无法左右，我想赚钱，我也的确挣着非常多的钱，但我不想抢钱。走的时候把中国足球阴阳了一下。里皮一走，国足主帅的位置就空了出来。足协觉得既然杨和尚这么不服管，那这一次就选本土教练好了。本土教练嘛，熟悉国情，大家知根知底，听话。有3个人参加了竞聘，李霄鹏、王宝山、李铁。从履历上看，这3个人里李铁的竞争力最强，几乎没有悬念。且不说他的球员生涯，退役后跟着里皮在恒大做过助教，拿过亚冠，后来独立执教，先后带华夏幸福和武汉做了2支中甲球队冲超，2次都成功了。在国内本土教练里，没有人能拿出一份接近他这样的履历。竞聘现场，3个人抽签决定顺序，李铁抽到了第一个上场，他没有做 PPT， 直接讲了大概半个小时。在竞选中，他说出了一句经典名言：中国足球只能由中国人来执教。5个评委全票投给了他。评委组组长是朱广沪，当年的健力宝青年队的主教练，李铁的恩师。其实消息出来之前，
圈子里就已经有人在传内定了李铁。在很多人看来，所谓的投票也就是走个过场。按理说，既然如此压倒性的优势，李铁根本不需要走后门啥的，但他做了。2019年8月，就在足协正式宣布启动选帅之前，李铁就已经在开始活动了。他找到武汉卓尔俱乐部跟董事长田旭东谈了一笔交易，俱乐部出钱帮他在足协层面做工作，如果他能上位，会在多个方面回报俱乐部。于是卓尔方面拿出200万送给了时任足协主席程序员，同时李铁自己掏腰包拿出100万送给了时任足协秘书长刘毅。刘毅后来承认，李铁约我聊天谈国家队建设的问题，那个时候趁着这个机会给了我钱，他说希望秘书长要多支持，我说没问题，铁子，我肯定支持你。300万买了一个本来大概率已经是他的位置，这和他执教华夏幸福全程靠花钱买赢球如出一辙。可以看出，这是李铁对整个中国足球深入骨髓的不信任。他在中国足球这个体系里浸泡了30年，他走到今天已经彻底不再相信规则。只有这种心态才会在胜算极大的时候还要把所有可能的变量再额外花钱买断一遍。目标驱动的人多半也是对回报有着强烈要求的人。李铁坐上国足主帅的位置后，也把那套权钱交易的玩法一起带进了国家队。确认获得国足主帅位置的第2天，李铁就飞去了武汉，和武汉卓尔俱乐部谈了一笔合同。合同的总金额是6000万，名义上是李铁为卓尔提供顾问和服务，实际上是一纸权钱交易的掩护文件。卓尔董事长田旭东后来承认，我们谈得很赤裸。他说他会带哪几个球员进去，哪个球员会给上场时间，在足协层面会帮我们搞好关系，提供资源。田旭东还说，那天看到国家队名单，我脸是发红的。我知道我们球员的能力进不了，一个都进不了，但他们进去了。明天李行、刘云、董春雨，卓尔的4名球员出现在了国家队大名单里。国家队名单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大家要知道，国家队名单在中国足球里意味着什么。一个球员入选国家队，首先是荣誉，但荣誉背后跟着的是一连串非常实际的利益。球员的市场身价会立刻上涨，俱乐部在谈续约或者转会时会赚得更多。此外，商业代言的报价也会水涨船高，经纪人从中抽取的佣金也会同步放大。对俱乐部来说，手下有国脚本身就是一种品牌背书，招募其他球员时也更有吸引力。国家队的名额非常有限，而它的连锁效应会覆盖整个职业足球的利益链条。因此，国家队名单是中国足球里最稀缺也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掌握着这份名单的人，实际上掌握着一个可以反复变现的权力工具。据足球报的报道，李铁是通过一家经纪公司来掌控国脚的入选资格。很多球员被召入国家队之后，就被要求签约这家公司。如果拒绝签约，接下来就会消失在国足名单里。有的球员转会中上豪门，经纪公司就拿找李铁牵线帮忙为理由，向球员索要费用。如果球员拒绝，那名球员也会从国家队名单里消失。进进出出，来来去去，李铁把国家队的大门变成了自己的收费站，用各种套路从球员和俱乐部身上搞钱。李铁并没有满足于此，按理说他既然成了国足主帅，那和武汉卓尔的执教合同名义上就此结束了。因此卓尔还请来了葡萄牙的何塞接替李铁。但李铁并没有真的离开，卓尔球队的引援李铁说了算，球员的上场安排会绕过何塞听李铁的意见，赢球奖金怎么分配还是李铁负责，就连何塞都是李铁通过经纪公司安排的。当时卓尔的人都知道，何塞处理日常训练和战术，李铁处理真正重要的事情。李铁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可以多一个捞钱的池子。国足主教练的年薪是500万，后来续约升到了800万。武汉卓尔那边，他的年薪是税后3000万人民币。即便不算那些灰色收入，这2份钱加在一起，他也是当时中国足球圈本土从业者中
收入最高的人之一。一个在任的国足主教练，同时拿着俱乐部的薪水，在利益上和俱乐部深度捆绑，这件事本身有巨大的隐患。就连足协主席程序员都看不下去了，专门找李铁谈话，劝他把从卓尔拿的那笔钱退回去。3000万年薪加上1800万签字费，一共将近5000万。李铁直接拒绝了。尽管他总是在外面说自己不爱钱，但熟悉心理学的人都知道，越缺啥越说自己不在意啥。实际上他实在是太爱钱了。谁都爱钱，但李铁就像做球员时肯拼命一样，做主教练掌握了权力能捞钱的时候也很拼。绝对目标导向的人往往就是如此。而另一边，李铁的执教成绩彻底现出原形，可谓一塌糊涂。国内俱乐部他可以花钱买赢球，但国家队是要去跟其他国家拼的，买不了。2021年10月16号，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第6轮，中国队1比1战平澳大利亚。6场比赛1胜2平3负，小组倒数第2，出现希望已经近乎为零。而且就在这个时期，李铁还干了一件蠢事，跟澳大利亚打平的比赛结束后，李铁在发布会现场滔滔不绝地讲了32分钟。出现无望，他不是出来道歉的，而是先发制人来狂怼媒体和球迷的。他说外界不懂球，说那些批评他的人脑子有问题，说如果换成外国教练早就崩了，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批国内球员，没有一个。一会儿说主场问题，一会儿说防疫限制，一会儿又说国足像一个没有家的孩子在外面踢球，越说越激动。那32分钟，李铁有句话后来广为流传：对中国足球，包括国家队，包括中超踢球的球员，我可以自信地讲，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没有一个。我在足球上比你们任何人花的时间都多，我比你们都了解这支球队。记者们面面相觑，李铁显然是在宣示一种权威，我见过世界杯，我踢过英超，我都这么牛逼了，你们凭什么批评我？你们没资格。关键是发布会结束的第2天，他还发布了一条微博，内容是：昨天话说的有点多，早早睡了，8个小时的睡眠让我满血复活，拼尽全力依然爱你。晚上飞机回国隔离21天，现在可以喝杯茶看看比赛了，带的茶叶刚刚好。配图一共9张，2张李宁运动服的广告，2张健力宝饮料的广告，2张他自己足球教育品牌的图片，还有2张他个人代言的茶叶产品图。9张图里有几张明显可以看到国家队队服的边角，但耐克的 logo 被裁掉了，或者被其他涂层遮住了。而要知道，耐克是中国国家队的官方赞助商，李铁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涉嫌侵权行为。这条微博一发出来，舆论彻底炸了。他在球场上的表现一塌糊涂，导致中国足球队出不了线，已经让球迷有够愤怒了。在成绩这么糟糕的情况下，不但在发布会上大骂球迷脑子有问题，第2天还若无其事地发广告捞钱，而且还坏了规矩，故意屏蔽了官方赞助商，捞的是自己个人的钱。显然，李铁就是把国家队主教练身份当成了个人商业资产在经营，而且肆无忌惮。接下来舆论继续往下挖，媒体翻出了李铁在国家队期间发布的近30条商业推广微博，茶叶、饮料、运动服装和幼儿足球培训，覆盖他名下关联的多个品牌。还有海参门，国足备战期间，外界发现球队营养套餐里居然出现了某个品牌的海参软广告。其实李铁原本可以干干净净挣钱的，哪怕打点擦边球也不至于太夸张。比如他名下有9家关联公司，7家和体育相关。他创办的广州斯伯特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主打幼儿足球教育，学员超过10万人。但李铁为了挣钱，干的很多事儿都实在太粗糙了。媒体还翻出了李铁使用规划球员的问题。埃克森、阿兰、洛国富、费兰多这批规划球员是足协耗费大量资金引进的，本意是用他们的能力弥补国内球员的水平差距。但在李铁手里，这批人的上场时间一直是个谜，有时候不首发，有时候早早就被换下，有时候甚至根本不在名单里。在全国声讨声中，
2021年12月2号，李铁被迫向足协提出辞职，足协立刻批准。李铁在国足主帅的位置上只待了701天，合同本来签到了2026年。李铁以为这顶多是一次失败的教练经历，没啥，但他没想到的是，他已经离监狱越来越近了。从李铁开始塌方，2022年起，习近平就开始将反腐的矛头指向了体育产业。2026年6月，非法的最新排名里，中国男足已经跌到了世界第91位，而人口只有10几万的加勒比海小岛库拉索反而排在第82位，并且已经历史性的打进了世界杯。中国投了这么多钱，居然这么拉垮，足球行业自然就成了反腐的重点目标。不过李铁的陨落并不是别人主动查他，而是他自己暴露的。最初的影子是在武汉足儿俱乐部这边。2020年之后，疫情冲击了整个足球行业的现金流，足儿背后的企业开始出现了财务压力，俱乐部开始拖欠球员和教练的工资，部分球员甚至走到了仲裁程序讨薪。这些去讨薪的人很多是李铁当年从各地挖来的人，签的都是高于市场价的合同。足儿认为是李铁在背后支持这些人和俱乐部对着干，而且认为李铁可能利用自己跟足协的关系，让这些人的仲裁有利于他们。因此足儿集团立刻启动了内部审查，一审查就发现了俱乐部和李铁之间的各种权钱交易行为。俱乐部董事长田旭东在集团的压力下，大概是在2022年就去了检察机关自首，把他和李铁之间的交易一并供出。田旭东被捕后没多久，2022年11月的一天上午，李铁在大连的一个教练员培训班上被人从教室里叫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了。10多天后，湖北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李铁涉嫌严重违法，正式接受调查。李铁算是创了一个历史记录，这是中国男足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腐败被查的国家队主教练。最初外界的判断普遍是，这是一个前国足主帅的个人问题，大概率和他在武汉足儿的那些财务纠纷有关，查完该怎样就怎样，影响范围有限。但调查展开之后，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李铁被带走之后不到1年，中国足球圈就开始塌房了。足协主席程序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足协秘书长刘毅全部被查，足协一大堆的部门负责人也陆续落马。到2024年，已经有至少18名足球系统的高层和中层干部接受了审查，而后来公布涉案的包括教练、球员、裁判、俱乐部高管还有经纪人，加在一起就好几十人。调查人员后来在媒体上专门解释了为什么选李铁作为切入口，因为他的连接面太广。一般的腐败案件，涉案人是一个点或者一条线，毕竟知道自己干的事儿有可能吃牢饭，都很谨慎。李铁不同，从他这个节点往外延伸，可以同时触达中国足球腐败生态里几乎所有的主要环节。每一根线拉出来，后面都有更多的人和更多的钱。最后展现出来的是中国足球彻底烂到了根子。不仅是李铁，其他俱乐部也都在为了冲超和保级送钱，教练为了职位和续约送钱，足协官员收了钱之后对身边的腐败行为放任不管，国家队名单成了可以定价出售的资源，球员的转会和入选背后有经纪公司在操盘抽佣，假球从地方联赛一直蔓延到了国家队的选帅过程，这已经成了一个超级腐败的生态系统。我们有的事情觉得在足球圈里面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现在看来很多事情都是违法的、违法犯罪的事情。负责体育这块的中央纪检监察组组长西华后来就描述，足球领域出现了行业性、系统性腐败，上下沆瀣一气，相互庇护。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好问中国足球圈子里谁才是腐败分子，而是应该问中国足球圈还有几个人是干净的。2024年12月13号，法院一审宣判李铁数罪并罚，有期徒刑20年。2025年4月30号，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4年刑期，稳稳的。到了2026年，足协甚至还补上了一刀，直接给李铁来了个终身禁足。中国足球为何长不出人？
从官方的角度看，对李铁终身进组是一个干净利落的动作，问题处理完毕，人员清出，咱们重新运转。但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每次国足输球，大家总喜欢说我们的身体素质不行，人种不行，或者技术战不行。其实这都是表象，中国足球的问题不是简单个人身体和技术的问题，而是整个生态彻底坏掉了。只是抓了李铁这些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如果翻开中国足球这100年的历史，你会发现，我们几乎每隔20年就要把过去的体系全部推倒，重新换一套模式。最早民国时期，中国学的是欧美的民间足球和教会体系。在没有官方进行管理，也没有外援和外籍教练的情况下，中国却成功的在10次远东运动会中斩获9次冠军，并且经常碾压日本足球。随着中共建政到了50年代，一转身全盘引进了苏联的专业体校体制，好不容易到了1994年开启职业化红利，搞了甲 A 和后来的中超，结果到了2010年之后，又一头扎进了资本围猎的金元泡沫里。每一次模式转换全都是休克式的折腾，今天觉得巴西好，我们就把孩子整车送到巴西，明天觉得西班牙传控厉害，各级国字号又开始全换西班牙教练，这又导致中国足球一直在不断的折腾，根本没有时间沉淀下来。你看欧洲的俱乐部，它是扎根在社区里的，爷爷、爸爸、孙子3代人都看同一支球队，那是生活的一部分。再看日本，他们的全国高中联赛到今天已经办了100多届了，无论外面的国家队怎么换主教练，底下的青训大纲和校园足球一脉相承，从来没有断过。而我们折腾了100年，到今天连中国人到底适合踢什么样的足球，这个最底层的理论问题都没有搞明白。更要命的是，中国足球是监管主体的管办不分，导致整个体系变成了权钱交易的沃土。中国足协的身份非常奇特，它本来顶多应该是个民间社团组织，但实际上却是个官方组织，掌握着垄断性的行政公权力。它既是开罚单的裁判，又是定规矩的官员，还是中超公司占股 36% 的最大股东，是个直接下场分蛋糕的商人。这种执行权、监管权还有商业开发权高度集中的结构，在没有任何外在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必然会演变成绝对的腐败。当程序员杜兆才还有中超公司的董正这些人用跑官买官的手法在足协内部结成利益小圈子的时候，劣币驱逐良币就成了必然的结果。这种生态换了谁来都是一头扎进大染缸，想要出淤泥而不染，那是说童话故事。从目前公布的案件来看，中国足协官员向裁判打招呼，或者俱乐部买通裁判，甚至对方球队已经成为了业内潜规则。许多球员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被操纵比赛踢假球，到了成年后又力推动，踢假球几乎成了行业共识。而就像程序员说的，他自己都收了俱乐部的钱，他怎么可能去抓假球？他如果去抓，不就是自己抓自己吗？当管理层带头把规则当买卖的时候，那些老老实实搞训练拼竞技的人反而成了傻子，大家为了生存只能跟着一起行贿，整个生态就这么彻底烂透了。真要扶持中国足球产业，首先就应该把中国足协身上的所有行政权力给彻底铲除。习近平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此前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的去行政化就并没有成功。而且以中国体制的特点，官方对任何民间团体都是严防死守，要求能够管得住。带着这种矛盾心态，加上足球产业又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官方在执行中又怎么可能舍得放手？而且这种官僚机构领导都是些官员，个个想的是如何升官发财，而不是真的发展中国足球，所以本身也特别功利。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原本是强调着眼长远，夯实基础，最重要的是推动中国足球产业的改革。但落马的足协官员杜兆才和程序员都说，大家都觉得改革难度大，见效慢，与其花精力啃这种硬骨头，不如一边为自己捞点好处，一边把出政绩的希望押宝在豪赌世界杯上。从这就可以看出，让官员来管足球产业，要能把中国足球搞起来，那真是见鬼了。
除此之外，青训的阶层固化也是中国足球目前最大的一个绝望。中国足球正在变成一场有钱人的金钱游戏，穷孩子正在被从这个圈子里赶走。足球在世界范围内之所以是第一运动，是因为它长期是底层孩子改变命运的通道。梅西来自工人家庭，内马尔出身贫民窟， C 罗成长在马德拉岛的穷苦环境。世界足坛绝大多数天才都来自普通甚至贫困的家庭。但看看中国，曾经培育出无数国家的鲁能足校，现在已经全面取消了梯队免费培养，1年的学费动辄几万块。一个孩子如果想要系统性的练上10年，家庭至少要砸下60万人民币。60万对一个普通工薪家庭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还不算装备、比赛和交通这些额外费用。而不仅鲁能足校如此，整个青训体系的成长门槛都在过去10几年里持续上升。进队要交费，比赛要交费，装备要自备，外出集训的差旅费要家庭承担。一些有潜力的孩子因为家里在某个节点上交不出钱，就不得不离开了足球。中国东北有一位青训教练就说过，足球场上的寒门球员比例已经从过去的 70% 左右跌到了 20% 以下。现在10个踢球的孩子里8个家里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只有剩下2个是真的在咬牙坚持。显然在中国，足球正在从普通孩子改变命运的通道变成有钱家庭的课外活动。民间青训试图填补这个空缺，但仍然会面临资金上的困境。董路创办了中国足球小将，坚持不收培训费，用免费模式让普通家庭的孩子有机会踢球。8年时间，他个人投入了超过1800万。他说最惨的时候1个月只能发3000元工资。然而这种靠个人热情支撑的模式注定无法持续，一旦资金链断裂，这些孩子又得回到原点。当足球变成奢侈品，选拔不看技术和天赋，只看家庭的支付能力，看你能不能给教练塞钱，能不能签下李铁指定的经纪公司时，中国足球的人才蓄水池其实已经彻底干了。那些真正有天赋能跑能拼的穷孩子在起点就被学费刷掉了，留下来的全是一批靠着关系和金钱买入场券的付费选手。如果李铁是今天的一个小孩子，他基本没有可能在中国足球圈踢出来。这才是中国足球真正的悲哀，不是某一届世预赛没有出现，不是输给了叙利亚或者越南，而是那种原始的靠热爱和苦练驱动的足球故事正在中国慢慢失去土壤。一项失去普通孩子的运动不可能拥有未来。中国今天抓了一个李铁，判了20年，行业终身禁足，但只是摘掉了一颗烂掉的果子。如果这种权力高度集中，青训全面金钱化，为了短期政绩豪赌世界杯的大环境不变，哪怕今天的李铁没了，明天照样会长出更多的李铁。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掌握确定的逻辑。我们下期见。